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密。今天节目的大主题，我们会来关心这一次北京一次亮了3张它的大王牌。今天会来关心3个大王牌，包括了巨浪3飞越了太平洋。第二件事情，096接下来可能会瞄准美国的本土。第三件事情，中俄联手打造的新核威慑。这个时候，美日最担心的海底核反击时代正式到来。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先欢迎我们的到场来宾，前成功旗舰长黄镇辉舰长，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时事评论员王尚志，尚志哥，思密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干哥，思密好，大家晚安。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开始前一样，我们的动作都一样哦。先帮我们的节目按赞，并且呢按下分享的键。那可以留言写下思密你在哪一个城市收看，我会亲自做回复。看到热推荐，提醒观众朋友一样帮我们按下热推了。那么欢迎观众朋友呢加入我们的环球大战线的这个主频当中的会员频道，按下加入键呢就可以先加入，并且呢享有这个会员优先，不管是可以做 Q&A 的提问，或者是看到在里面有更多深入分析的文章等等，都可以抢先看。好，今天节目赶快来关心到的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北京出的3张王牌，事情就是发生在7.7事变周年的前夕，中国大陆突然间又有一张震撼全球的战略王牌了。这一次是来自于大陆官媒罕见的证实，解放军的战略核潜舰完成了它的前射洲际弹道飞弹的试射，外界关心主角就是它了。巨浪3，好，是不是做了一个试射？这一次的试射范围，我们从路径来看到这张地图其实非常的远哦，一路是这样子往这边飞越了太平洋，那射程达到了超过1万公里，不只是武器的试射，被视为是向这个全世界展现中国大陆最新的海基的核威慑的一个能力。而我们来看到巨浪3为什么成为全球多国的一个新闻头条，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核威慑能力真的相当的惊人。我们先来看到它的小档案，最大射程1.2万公里，它可以搭载的是多枚的分导式核弹头，而且具备反飞弹系统的能力。关键点来了，过去呢，核武的主力在中国大陆还是主要是依赖陆基型的洲际飞弹为主。它的缺点就是说，如果固定它的发射阵地的话，很容易被发现，就会遭到先制打击。那么，所以呢，我们看到，如果是藏在海底的这一款海基型的话呢，它就是可以从海底来做发射，做这个反击。也就是换句话说，各国最重视的第2级的能力，中国大陆刚好欠缺这一块，现在等于补上了这个能力哦。也就是说，未来大陆的本土如果一旦遭到打击的话，它是可以做第2级的回复的，从海底发射它的飞弹来做反击。外界普遍认为，现在看起来呢，当时呢完成试射，帮助它的就是094A 这一款战略核潜舰。好，094A 小档案也带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它已经大幅改善了，包括在噪音通讯跟它的作战能力，可以搭载12枚的巨浪系列的相关的飞弹。但是呢，我们看到094现在看起来真的是很让美军紧张，但是真的让美军最紧张的大魔王，现在被视为我们今天节目也会特别来讨论的，就是这款096型的战略核潜舰了。我们把096再跟094A 做一个比较，它的舰体的体积又更大了，重点是更安静之外，隐身性还变得更强，甚至它不仅可以搭配巨浪3，未来如果真的成功可以搭载巨浪4的话，那最可怕的事情，它就是可以直接威胁美国的本土了。再来，它的携带的洲际弹道飞弹，我们刚刚讲094A 是12枚哦，096的话，它来到最多可以高达24枚。换句话说，中国大陆正在建立的是全年天候的全球部署这种海基的威慑体系，正在往这个方向做迈进。美国的将领说，这个是史无前例的灾难，如果这件事情真的发生的话。好，所以在巨浪3完成了10弹的射击之后，我们看到东京是立刻收到了通知哦，几乎这个会威胁到日本的安全。如何看这背后的意义？再来，我们刚刚讲到巨浪3，甚至提到了巨浪4，我们请舰长就射程、突防能力跟它的核打击范围提升，对于美国、日本、印太的威胁有多大，来做一次比较深入的分析。这个自从人类发明核弹之后这种战略武器实在是让大家都非常的惊心胆战。
假如我们要说到现在发展到现在，它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说，如果我要今天衡量这个，好比说这个战略核导弹，你说它厉不厉害的最重要的一个，我先跟你讲，是去拦截它的难度，拦截越难，它就越厉害。你第一个先看这个东西，从这个观点看，你看啊，好比说现在有3种发射方式嘛，第一个陆基，那陆地哪里发射你大概知道吧？一起来你也看得到，所以基本上陆基是最脆弱的。第二个脆弱的是哪里？空射，空射不可能是一个小飞机带它，一定是这种长程战略轰炸机啊，像 B-54，那个也是一个大家伙，在天空，你也可能看得到它。你知道谁最困难？潜射的，你怎么知道它在哪里？它可以在任何地方哦，所以你就知道第一哪个最困难，防范。这个叫做潜射。那很多人在讲说这个核的当量多少啦，我们有多少枚啦。其实我从来觉得那都不是一个重点。我举个例子，我今天拿一个枪对着你，跟拿一个超级的那种火炮对着你，你都是死。你会觉得哪一个重要吗？不重要的。我今天核弹，如果我有个10枚、100枚，我足够消灭你国家了，那我要几千枚干嘛？我要几千枚干嘛？要消灭世界地球几遍吗？所以。这只要到达一个数量之后，其实它就达到了一个恐吓的效果。所以第二个，你知道数量不是很重要的。那第三个，精准度重不重要？那个核弹一炸下去，炸了一个城市没了，精准度有什么重要的？对，我炸在纽约哪里都一样，我炸在纽约的港边，这个纽约市大概也毁掉，所以精准度也不重要。那至于你说射程对陆基很重要，对空射的很重要，对潜射重不重要？潜射会跑到你家门口去了，你也不知道在哪里，所以。潜射的它本身的引力的程度很重要，就跟我们讲的洞沟4、洞沟6，它是不是很引力？如果它的引力程度优于别人，它就具比较高的优势，这是一个。但是这一次我先讲，像这种很远的叫做战略导弹的试射，通常都是哑弹，就打下去就是一块铁，什么都没有。那大部分的国家它不会朝一个挑衅的方向去打，北韩例外。北韩为什么例外？你知道？北韩太小了，它往哪打？他怎么打都打出去了。大部分的国家，美国也好，尤其中国，它都是在从一边打到一边，然后那是一个哑弹嘛，掉到也许一个沙漠里面，然后就算我举个例子，它的距离只有这个6000公里，好不好？它可以往高打。那所有的计算就是说，哇，你这个打这么高下来，那我稍微调整一下角度，就证明了我可以打到1万多公里。那为什么要证明我能够打到这么远呢？这就是所谓的吓阻。什么叫吓阻？吓阻第一个，你就是要有能力，证明我有这个能力啊。第二个就是我沟通，我告诉你我可以这样子。然后第三就是你要相信我，在必要的时候我会打。这是这几个这个东西。那这一次的洞沟4发射的这个导弹有一个特殊之处，我就在讲，以往一定在内陆朝内打，或者海上打到它的沙漠，它很少往外打。那这一次完全是在往外打。你就是他现在这次真的在做一个恐吓吓阻的一个动作。那为什么最近真的比较乱？为什么最近比较乱？推究其最终的原因就是美国要失去老大的地位了。为什么美国失去老大的地位会很乱？就好像一个社会，好，台北市原来有个黑道老大教父，哇，他一言九鼎啊，这个我说什么就是什么。结果我现在要失势的时候，我要调的时候怎么办？就乱了，底下就开始大家都在争。然后原来的受美国保护的就在想，哇，他保护不了我了。像日本就开始动作很多了，你知道？像北约可能也有很多动作。这就是当一个老大要失去他地位的时候，全球是一个动乱开始。我预估这个状况3年5年大概都跑不掉，不可能恢复到很久以前的那种平静的状态。好，这个是中国大陆的政治动作背后军事动作背后带有这个政治上面的意涵。那刚刚舰长帮我们解析了，包括这个巨浪3它的威力哦。那这一次呢，它试射搭载的是094A，不过我们刚刚也讲了嘛，我们也会来探讨一下，那096跟094A 它们是否能让中国大陆建立所谓真正纯熟的第2级能力？那接下来如何改变中美在水下的这个战略的平衡？那干哥怎么看？好，他在这个7.7事变的前夕发射了这一枚巨浪3型，一定有它的意义在。通常我们必须要知道，中国在真的告诉你我有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它下一代东西已经开始在做了。也就是说，我现在打给你看的意思是说，这个早就成熟了。所以巨浪3型的意义非常重大。它的
打击范围可能到12000公里的话，那代表华盛顿也在范围之内。事实上，刚犹如舰长所说的，老实讲一句，我是告诉你，我打得到你了，你知道就好。所以美国海军将领会说，这是史无前例的灾难。你知道为什么吗？巨浪3型的前身巨浪2型，它只能打8000公里。当时在验证上面，美军在智库其实是在观望的，他不认为他们的这个就是重返大气层载具叫做 MIRV 啊。这种东西能够打得那么的远，或是打得那么的准，其实说句实在话，到进步到巨浪3型的这个过程中，五角大厦跟美国国防部高级计划局 DARPA 他们都非常重视这个东西的，都一直在观察你到了什么阶段。其实远在大概7、8年前就已经在海南岛的三亚看到一艘船，这艘船为什么跟你现在的094叫做晋级，就是我们春秋时代的那个朝代叫Jin class 啊，看到比这个晋级还要大的船，这是什么啊？当时不能够确定，现在我们终于能够确定，那就叫096。也就是说，你有晋级的时候，其实已经让西方很紧张了。为什么？因为那是中国第一次成熟的携带远程打击飞弹的战略飞弹的那种大型的潜艇的时候，大家就知道说中国的核子打击能力已经不一样。可是你又出了一个更新的叫096的时候，那就更害怕。但是这么多年都没有公布，那我现在也不公布给你看，我就打一颗巨浪3型给你看，你就知道了，然后它叫什么？它现在最新的称号叫做096，叫做唐级，唐朝的唐，也就是我们都是用中国的这个战略潜艇跟核子潜艇都是用朝代为分别的。不过这个巨浪3型，我坦白讲一句，它当然要比巨浪2型来的大啊，它的装药要更多，然后它的携带的多弹头要比巨浪2型来的多，所以每一枚都有10个弹头，每一枚有10个弹头，就是可以对付10个都市、10个目标。像舰长刚才讲的，你要那么多核子弹干嘛？没有，我们现在把它分到这个弹头上面，可以打10个，可以从第1个华盛顿、第2个底特律、第3个纽约等等算下去啊。所以一艘如果它带有16枚的话，它就也可以攻击160个目标，那不是整个美国都完蛋了吗？对，可是你要反过来讲，美国也具备同样的能力，对，了解了吗？俄罗斯也早就有这种能力了，那叫做保证毁灭。所以我们096现在告诉你它已经出来了之后，就代表说对于美国海军是一个灾难的原因是它更安静，因为核子动力攻击潜艇或者是战略潜艇最害怕的就是什么？就是被敌人发现。所以在静音下降，它更安静、更不被敌人察觉的情况之下，它现在已经降低到听说90分贝以下了。那通常来讲，以前的近级潜艇达到115分贝，我可以告诉你，它听音器一放到水里就听得到了。现在你是很难去分辨它究竟它是一艘潜艇，它还是一只鲸鱼。那个鲸鱼势必是很大，你必须要分辨出它是什么。所以这就是美国海军真正的担忧。这一枚飞弹打出去，后面的意义代表非常多。好，所以我们刚刚看到的是中国大陆正式的让外界已经宣告他们拥有了这款巨浪3洲际弹道飞弹做这个政治意味的宣示。那其实呢，美国看在眼里，非常的担心之外，其实呢，他们现在也非常的担心，就是因为中国大陆它的这个潜舰的产量正在全力的展开当中。那么包括他们做了一个统计，现在呢，他们美军指出，中国大陆的3大造船厂当中的核潜舰的产能已经大幅的提高到3倍以上了。所以现在也做了一个预估从现在开始算到2035年，他们会拥有大约是40艘的核潜舰。那美国现在核潜舰的数量虽然比中国大陆来得多，现在达到63艘，但是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他们造得很早，所以呢，他们正在老化，那很快的就会有许多艘必须要退役。那么预估到2030年，他们的这个核潜舰的数量就会降至到只剩下47艘，已经快要跟中国大陆差不多了。另外一个是来自于英国智库也做了一个示警他们讲说呢，在2021到2025
年期间，中国大陆下水的核潜舰有10艘，那么美国在同期间只有7艘，所以这个速度上已经可以看出这个明显的差异了。不管是在造舰的速度，或者是在它的造舰的这个总吨位上面都是超越美国的。那除了美国要担心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威胁之外，还要担心中俄会不会同步对他们造成威胁？因为最新展开的这一场海上联合2026军演是中俄在青岛正式展开的，接下来会前往到太平洋进行联合巡航。另外一方面，俄国近期被路透社报道说，派了他们的官员高层官员到中国大陆去参与核生化的防护训练，所以美国要担心的不止中国了吗？还有来自于俄罗斯的核威胁吗？尚志哥怎么看？首先，这是由前舰所发射的这个巨浪3，我们都看过什么呢？在去年的93的北京阅兵的时候，大家有看到一个非常长的，就是它的巨浪系列，是它其实已经展现出来。那么这次呢，这个试射部分让大家可以感受到它的部分的威力。其实当然从美国这个它的同盟的角度来说，当然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可是实际上，我个人觉得我们要注意这一次的部分的对比哈，对比上次东风3.1的，这是已经是2024年9月。那时候的部分发射，其实那一次才是震惊四座的那应该可以算是21世纪中国大陆的真正导弹能力都传说，所以那一次打的，我觉得才是真正的厉害的。而且当时是因为是在9月24号的时候打完之后，后面马上就是中国大陆11国庆。所以习近平后面就针对这个延伸的这个氛围，全中国都在热烈的震动，而且很开心，而且很骄傲的时候，他强调的部分还是台湾问题。而且在之后不久，马上在当时王毅跟布林肯也又针对了台湾问题，包括是中美之间的红线，也在10月的时候继续延续下去。包括后来中国大陆国防部的记者会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也还在谈台湾问题。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来看巨浪3这次发射，当然不会只有台湾问题，可是它一定涉及到台湾问题，所以我们要注意它的时间点。首先呢，这次我们都注意到它是在7.7事变的这个纪念日前发射的。所以呢，虽然其实中国大陆说它没有针对这一次是没有，它重申没有针对特定的国家跟目标，这就是他们一个定期的演练。可是我们都知道 timing 这件事情嘛，他们上一次的东风31那个 timing 也是一样，在国庆之前打，所以这在7.7事变之前打，7.7事变什么意思？当然是对日本，所以日本当中跟美国跟台湾之间的意义其实还是深远的。而且我要强调的部分，这个时机点你要倒推，大家注意7月6号的部分打这个部分的巨浪3，6月30号的时候，王毅才跟卢比欧通了电话，针对台湾问题，其实是可以说是给出了非常严厉的通牒特别是从王毅的角度。好，在此之前，这是6月30号打电话，6月22号的时候，中国大陆公布了对于以美国军工业为主的有10个部分是跟日本一样的10家，这里有10家是特别当中的无人机，很多都是跟台湾现在军售有关的东西的。美国的军工业采取了最严格的军民管制，什么都不给了。还有46家美国，包括洛克希德马丁的是什么？你不能碰参与中国大陆政府的任何直接间接的标案，就是你不能赚中国的钱了。好，你看一下这个时间，6月23号对于美国军工业出手，中国大陆56家加起来。6月30号，王毅跟卢比又谈台湾问题，然后7月6号的部分发射这个有巨大威慑力的这个巨浪3。所以呢，很多的意义上，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时间点。而且中俄之间的合作是什么呢？因为最近都知道，乌克兰最大的无人机攻击式长程无人机的跑到日本，跑来台湾的台中，跑去菲律宾，到处在讲他们要技术输出、全场输出。也就是说，俄乌当中的这些，特别是伤害俄罗斯最近的这个无人机最大产业跑来亚洲地区说3道4，包括中国大陆这2天宣布对于欧洲像土耳其当中的无人机的小的零件要开始进行管制。所以这里头中俄之间，因为这个部分的扩散性，乃至在整个亚洲地区地岛的联动性，我认为都要一起考虑在这个巨浪3前后，还有接下来的影响的部分的观察的这个架构当中。好，谢谢尚志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
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好，我们接下来关心核停坡放大决了。这一次呢，我们先前谈了非常多有关于华为的涛定律，但是当时都是理论，今天已经成型了。因为呢，来自于华为的涛定律有一个论文 V2 进化，说有一个实测的数据正式的曝光了。那么等一下我们也会来关心到是华为的新晶片这一款麒麟2026性能已经爆冲，而且功耗还是降低的。难道艾斯摩尔的 EUV 神话会彻底崩塌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过去50年来，我们知道这个全球半导体都在遵守的是摩尔定律。大家非常在意的事情就是这个电晶体要越塞越多，而且呢，这个先进制程要这个往更先进的方向去走，从28奈米一直进化到现在我们在谈，不管是3奈米、2奈米等等，好像谁掌握先进制程就掌握科技主导权。但是华为呢，我们今天要特别聊的这个涛定律，当然是已经彻底的改写了这一切的规则，并且呢，美国先前卡关中国大陆的 EUV 设备，现在华为也说，也没关系了，反正我们有一个涛定律的技术。好，最新劲爆的消息要带观众朋友来看到，就是在7月4号这一天了，华为半导体的业务这一位是他们的业务总裁何庭波，正式的发表了这个涛定律 V2 的一个论文，这个当中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它不再只是一个涛定律的概念而已，它首次公开就是实际的一个工程细节。好，什么细节呢？就是它是一个逻辑折叠的技术哦。华为过去呢，我们知道这个摩尔定律的概念就是在有限的土地上把这个城市盖得非常高，但是新的这个概念呢，就是新思路是把城市往空中来做发展，也就是透过一个3D 的架构，把原本平面的电路变成折叠起来，提高整个空间的利用率，这是华为所发展出来的。所以过去美国跟台湾不断的在追求在奈米先进制程上面要一决高下，现在直接转成从先进制程转为这个架构，我们刚刚提了嘛，架构的这个竞争当中。所以我们立刻来看到实际运用在晶片上面，对于性能有什么样子的提升呢？把华为最新的这个麒麟2026，接下来会使用的是逻辑折叠技术的这一款晶片，跟它上一代的麒麟9030 Pro 晶片做相比，有3个它的大优势，包括电晶体的密度大幅提升了55%，CPU 的核心频率提升13%，重点是功耗还降低了大约40%。那么也来看到这个涛定律 V2 的几项关键技术，等一下我们也请来宾帮我们就细节做一个比较详尽的解析哦，包括它最得意的就是它的3D 的堆叠技术，然后也有使用混合的链合技术，更细致的晶片设计跟导入了 AI 来帮助晶片做设计。那这一次华为的涛定律 V2 奈米战进入到架构战，是不是也代表说从理论走向实作的验证呢？那上这个怎么看？好。这一次这个涛定律的 V2 它在中研院他们的中科院发布所以它不是过去在这个所谓产品发布会上是个商业性的，所以它不止，所以它意思表示在商业性当中，同时兼顾了这个所谓的学术性。那我们看了这个部分的内容，还有我们现在看这几天当中评价，基本上简单讲就是它把整个作为华为相关的这个晶片，它强调的是它的这种时间的缩放就把控制时间，每一个迭代继续生产推出新晶片的部分的时间，变成是可以计算跟现前过去以台积电或西方国家的过去传统的这个最新的晶片技术，它是一个几何，它是一个空间，就是不断的缩小，摩尔定律是不太一样的。而这里头产生的部分呢，就变成可验证。简单讲，我今天有几个4大特色。现在套进去 V2 里头，首先第一个是对于华为晶片，他们自己本身有个逻辑架构的晶片设计，变成是可以验证，甚至可以推算，甚至可以预期。这里头它特别厉害的地方，我认为大家都效能都会增加嘛，比如它增加13%。可是呢，华为的这个涛定律的晶片，未来它主要是能耗，它的部分能源可以节省，省到再去掉，省到40%以上。每一代的晶片都省，每一代的晶片都省，这个还是很吓人的。除此之外呢，华为自己本身的这种所谓3D 的这个架构堆叠，好。
讲到这里头，现在全世界的晶片都在堆叠，包括台积电宣布的这个 SOIC 的 SOIC 技术也都是堆叠，大家都在堆叠。然后只说台积电现在来讲，3奈米、2奈米，每一个都已经2奈米，2奈米再堆起来的部分，它当然更厉害了，相当厉害。可是堆起来又2奈米，它就牵扯到散热问题。能耗的问题，所以我们讲这是台积电又厉害又得要面对问题。好，但是在华为这个晶片里头，它的3D 堆叠，刚刚讲，因为它的能耗能够减少，就它很独特的这个地方。再加上华为自己本身，它现在的这个所有的运算的架构，包括晶片本身，晶片不是只有这个硬体哦，它本身里面还是有一个软体架构。所以像辉达的 AI 晶片就有他们自己的架构。所以华为这边有它自己非常独到的架构，而独到的架构就跟欧美的辉达的台积电的专利一点点都没有关系，都他们自己的。好，而且这里头饕餮玉出来之后，第4个它的特色是什么呢？它是全晶片都可以做，半导体晶片、AI 晶片，你能想象的，它全部都可以做。因为有时候一个东西你只能做特定的嘛，因为我们都知道，过去半导体晶片跟 AI 晶片其实不太一样。过去大家都觉得，你真的华为能做 AI 晶片吗？你现在不是要用半导体晶片吗？就发现都可以做。所以我们现在来了解，就是说以饕餮绿这个 V2，基本上就是这个4大特色。是，但是这里头我认为最大的关键要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我们就知道。做华为能做晶片，最近大家在讨论说你这样做这晶片，难道不要用到光刻机吗？华为宣布这个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辉达都没有评论。因为辉达的冲击我觉得可以看黄仁勋或整个辉达公司都没有对此有正面或负面的评论。再加上在华为在宣布这个同时，前几天我们的节目里头提到，华为的晶片升腾950，特别是它的 PL 系统这一块的部分，它要在今年下半年就要在韩国卖嘞。韩国是一个 AI 运用非常多的国家，它现在非常只有1/4辉达 H20的价格，而且还是它的1.8倍的这个效能啊，而且还它的 token 啊，它的算力各方面都还要更省，所以。华为不只是，所以现在美国政府就是说，你们现在是不是艾斯摩尔是不是有卖 EV 的光刻机到中国大陆？否则华为凭什么能够做出这个东西？所以华为这个东西饕餮绿不是莫测高深，就表示了这几年华为不只是在他们的晶片的研究走出一条跟美国、跟台积电、跟三星完全不一样的路，完全不受他们的专利的影响。在此同时，他们自己即使用 DUV 或者其他的部分，刚刚讲3D 堆叠上去的方式，也有他们自己本身的思路、自己本身的专利，而且重点是不是理论，现在都能够做出来。刚刚讲最新技术不断的论文在发表，让你看到说哇，原来这么详细。这一次公布的不只是这些概念是整个路径图已经全部出来。对，所以我们最后要注意的部分是饕餮绿在华为主导中国自己本身的半导体 AI 晶片出来之后，而且他说全系列都能做，所以大家非常注意这里头就会出现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叫做范式转移，也就半导体 AI 晶片历经了几十年，在台积电在美国的这个技术艾斯摩尔，它是一个大的软体到硬体的结构，但是华为现在在建立一个整体的结构。所以有没有可能未来的晶片当中至少有2大系统在做，不只是拼输赢、拼效能的一颗晶片，而是整个产业的部分发展。如果华为这个部分饕餮绿当中软硬体的部分，如同他们现在所发布的一样，那整个中国大陆的全新晶片的范式转移、新的结构，而且这个结构是不是接下来要迎接下一代的？大家都知道，下一代的半导体晶片已经都在研发了。那华为现在都追上了旧的、新的，你觉得它有没有可能像过去的3G、4G、5G 的系统一样，也可能会追过呢？好，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中国华为带头，完全在晶片领域走自己的一条路。先前我们谈的都是在硬体，现在在软体方面，华为也自己开创了一条全新的路哦。当然，现在不管是这个辉达，或许也非常的紧张，艾斯摩尔也很紧张吗？那舰长又怎么看这个中国大陆属于自己的一条路？其实中国大陆这次想尽办法这样做，当然第一个是大家想得到的，他们被卡脖子吧，你要找另外一条路。但是其实这还是次要的，因为你卡我脖子，我们努力，我终究会突破。他是真正的看到这个晶片界已经到了一个极限了，就是那是物理的极限，你不可能无限的一直缩小嘛。现在已经到了2奈米、1.4奈米，你继续下去希望怎么样？基本上已经结束了，所以他们就开始思考一个，其实我们不是说它有多小或怎么样。我们应该是
在乎它最后的结果。我一个任务交给你，多快能够算出来？然后他们就想，我是不是能够用另外一个方法，能够避开原始以前的晶片就是比速度。那我能不能想个别的方法？他们在2018年啊，就由华为带头，总共投入了上万的工程师，都是第一流工程师，在这么长的时间，大家在研究。第一，他们在找说现在的问题出在哪里，你知道吗？就好比说，现在还有很多的工作者，就是 CPU， 我就有个几千个人在这里工作。你以为这个系统里面这些人永远都在工作吗？没有，他大部分时候是闲着。为什么？我做这个事完毕，我要传给这个思敏。这个路程中经常被卡到、塞到，因为有好些人在这传来传去，他们就发觉，大部分的 CPU 在过去的这些日子里面，它都在等待。那我们能不能让它等待的时间变短？如果它等待的时间变短，那我们是不是整个的效能就提高了？知道？他们就从这个方面去发展。我也说了，这么多年来有上万的工程师，结果他们想的一个基本的方法是这样子。如果我们现在也有这个台湾有很多高速公路，1号、2号、3号、4号，好多，但是如果这某一条路塞到，是不是就塞到了？他们就想到，我们是不是能做一个立体的交流道，让我这高速公路一层层叠上去？好比说我走到这里，突然塞了，那在这里有个交流道上去，我可能到上一层；那里有塞，我可能到又上层。基本上他的想法就从2D 跑到3D，然后架设了很多的这种交流道，然后就疏通了它的速度。我要这个东西，我要传到你那里去，它很快会传到。那以前要经过这里挤，那里挤堵，就现在大部分的人都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开始工作。这就是他做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那这个东西其实它的一个改变，就像那个我们胶片，当初的摄影的胶片转到数位，你知道，那是一个划时代的，一转过去，原来的就真的是没用了。那这个东西会不会取代原来的？我觉得还待观察。是。好，那我们像同样的问题，也特别请教干哥怎么看？我们最后1分钟即可，谢谢干哥。其实它这里面还是有一些像刚才上次所讲到，就是说，你如果说你一直在，它现在很简单嘛，你本来是时间微缩，本来是几何微缩，那你现在用成时间微缩，对不对？但问题是，如果说你往上叠，就是说折叠架构起来的话，那它一定会碰到散热问题。对，老实讲一句，散热问题，好像不是现在的科技所能够理解的。所以何庭波他所讲的这个，其实老实讲一句，国内的产业科技界曾经有给他肯定说厉害，你会想得到这个。也许真的，我跟你讲，电晶体你要再怎么说呢？你要再怎么说，你现在已经到1.4奈米，台积电说我2028就可以做了，然后你就想想看，然后何庭波说没关系，我2031年一定会追上台积电，可是到时候台积电可能就不止了。难道还要比1奈米还小吗？那人类的技术到底可以发展到什么阶段？我觉得华为他自己走出来他自己的一条路，非常好。但是它有一些基本问题，因为你没有 EUV 的情况之下，你当然没有办法就跟美国那个发展模式是一样的。对，你要自己必须要建构出一条新的路来走，但是它是不是实际可行之路？其实所有的产业界都在看。不是光是只有华为在拼这个，然后台积电啊，还有三星啊等等，大家都在看，这到底这条路是可行之路吗？如果它的功耗能够降低41%，那它换来的代价是什么？产业界都一定会问这个问题，所以我不认为说这个逻辑是通的，但是在实际的运行上面，能不能达到商业化的要求？不要忘记，也有人提出来，华为现在可以这样维持它的良率，是因为国家在帮忙。千万不要忘记这句话。一旦你跳出商业，就说你在商业竞争里面，你没有了国家支持之后，你要面对的是什么？挑战是不是更大？所以我们应该审慎的再继续观察下去。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
好，持续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这一场美伊之间的战事。川普落下狠话，他说他1小时就有能力可以炸烂德黑兰、炸烂伊朗哦。德黑兰在这个时候只是怒呛说：“你别痴心妄想。”另外呢，现在被这个卫星给拍到说呢，伊朗正在就他的核设施加固，难道要准备再战吗？荷姆兹海峡的部分还有红海现在也是在双线开火。等一下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欢迎观众朋友留言来跟我们做分享。如果您认为说这个德黑兰的动作，他现在正在加固这个核设施，是准备在跟美国战。那么，如果您认为是的话，留言写1；如果您认为美伊的战事会趋向平稳，那么留言写2，跟我们一起来做互动。好，这一场美伊战事，我们有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请来宾来特别帮我们做解答。川普在这个时候放话说，他有能力可以1小时炸毁伊朗，那伊朗则是全面的反击。我们刚刚说他在加固他的核设施，难道美伊会有下一场战争要进入倒数吗？第二件事情，荷姆兹海峡遭到爆发攻击之后，没有想到，红海现在也爆发了攻击行动哦，这个是伊朗在封锁所有的能源命脉，向全球航运发出最后的警告吗？第三件事情，我们来看，如果荷姆兹海峡真的失控，美军能否付出代价来打通这一条重要的全球能源的生命线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我们要来关心到是美伊停火没有多久哦，战火是不是又要点燃？原因是因为川普又在呛虾。6日，他对媒体说，我们来看到他说什么？他说呢，美国要么你就跟伊朗达成协议，要么就完成任务。美国还是非常强的。他说，我们可以在1个小时之内摧毁所有伊朗的桥梁，也可以摧毁伊朗的能源上面的供应。结果伊朗是立刻反呛川普，说他妄想。他说呢，这个如果你要谈，就好好的谈，不然呢，我们就会跟你奉陪到底哦。再来就是关键了，现在伊朗的内部哦，这个对于政府的支持力道正在大幅的提升，因为看到了最高领袖的遗体呢被抬到了这个什叶派的圣城科姆的时候，支持者呢是一路的高喊要这个美国反对美国，甚至他们还说我们要拿下川普的人头等等的话，大大激起了复仇的一个言论哦。再来呢，来自于美国的智库所公布的一个最新卫星影像，发现在伊朗的这个核设施有2个地方，第一个是十字号山，第2个地方是在它的另外一个山呢，都被发现在福尔多这边都被发现有这个施工啊，还有这个车辆进出的一个迹象。难道现在伊朗是在积极应对美军可能夺浓缩铀的这个潜在行动吗？那就节目一开始先请教干哥怎么看伊朗的这个行动，就是他加固他的核设施的意思是什么？再来，美伊11日会在举行的下一轮谈判，川普是真的想要打，还是他在为谈判增加筹码？干哥怎么看？川普打不动了啦。好，我跟各位讲，中情局啊，他们特别注意这6天。这6天是哪6天？就是你知道，哈米尼的遗体啊，你看隔了这么久，他正式进行国葬的典礼。他从德黑兰要运到科姆，那这一段路途当中，有多少人夹道去送葬？这很重要。为什么？代表你美国跟那个以色列当初打击伊朗，发射了1万多枚飞弹。我希望你们国内变成实质的变动，实质的政权解体。就算不解体，也要发生革命。这是最大的那个盘算，结果完全没有。所以这6天下来，如果伊朗的民族情绪什叶派还是稳稳掌握政权的话，那当初的目的根本没有达到。为什么？同仇敌忾还是一样，对不对？然后现在哈米尼的儿子接班人，对不对？穆吉塔巴他还是一样做的稳稳的话，那等于当初的打击都没有效果。强硬派还是强硬派 ，IRGC 依然存在。所以我问你，川普能够讲什么？啊，我们就是要完成任务嘛，我们要么就是达成协议嘛，如果不的话，我就炸他嘛。你现在没有能力炸了，而且你在国际上的出兵的那个正当性已经完全消失了。坦白讲，你完全没有师出要有名，你现在师出已经无名了，因为你已经打过了，你该杀的人你都杀了。然后你没有达到你的目的，你现在要再出兵，
你要看他是犯了什么错。他如果说今天他在大张旗鼓的去支援那个也门青年运动，或者是大力的再重新武装真主党，那个你才会有理由或借口。如果没有的话，你说我随时都可以打掉他的桥梁，没有错。你有 GBU 57，我们都知道啊。那对于美军而言的话，那是轻而易举。可是你出师的民意在哪里？找不到，不晓得。现在好了，终于我们公布卫星图像给你看。川普，你可能有办法从这上面去打他了哦。什么东西？纳坦兹的核设施又开始重新启动，只差离心机没有运进去而已啊。这个倒是可以想一下哈。如果你真的敢这样干的话，那川普终于有口实了嘛。十字镐山为什么现在开始挖土机在动啊？为什么这个核设施的隧道口有施工的那个情况？福尔多也是啊，只剩下伊斯法罕没有开始动工而已。我坦白告诉各位，这些你已知的核设施不可能停下来，也不可能就此埋起来，它一定要复工。不然他们的核设施就完了。一个国家能够容许他们建立的20-30年的核子运作设备，它里面有冷却系统啊，你叫它就废掉吗？不行，它一定要维持。还有电路系统，那些东西，山被你炸了、埋了，我们里面就都不能够弄干净吗？不可能！我告诉你，任何主权国家，尤其像伊朗这么大的国家，他怎么会容许说因为我们要遵守国际原子能总署的规定，所以这些地方我们都因为美国也炸了，我们就废了、淹埋了，算了。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一定会再恢复的。如果川普你拿这个东西当口实去重新再打他的话，也许国际社会还可以思考一下。但如果伊朗没有很明确的违反这个 IAEA 的规定的话，那我想请问一下，川普你还要打什么呢？所以这场战争真的是白打了。好，所以我们就是接下来要等着说美伊的下一场核谈判之前哦，我们看到伊朗用各种的方法继续的掌握这个它的筹码。除了刚刚我们特别掌握到的，就是伊朗它持续的在维持它的核设施之外，甚至在加固它的核设施之外，第二张王牌，伊朗的王牌就是有关于荷姆兹海峡，还不止哦，现在还扩及到了红海，也变成了它的王牌。那伊朗呢，最近针对只要是通过这个荷姆兹的海峡，没有经过伊朗准许的话，也会对它开火，其中呢就有2艘商船哦，遭到2枚的飞弹给击中，重伤哦。所以呢，我们现在也看到呢，有很多的船东现在也开始想办法说，可不可以用偷渡的方式？他们的方式就是关闭这个自动识别系统 AIS， 然后在夜间悄悄的穿过这个荷姆兹海峡。现在做这种偷渡行动最积极的就是我们要来看到的阿联哦。所以呢，阿联呢他就决定说，我干脆走陆路或者是走红海好了，就不要去走荷姆兹这一条。结果没有想到呢，这个阿联想得到的方法，伊朗也想到了，他就开始对于红海这边开火。一艘商船突然间遭到不明的武装攻击，被迫发出了求救讯号，等于在中东的2大命脉都被伊朗给掌控。上志哥怎么看？好，我们这来看最近美国跟伊朗的态度又好像大家业务虽然没有撕破脸，可是基本上情势紧张。很简单表示现在这个谈判其实并没有顺利的谈下去。那没有谈下去当中，其实也包括了整个在这个时间点上。当然，现在还有一个东西比较特殊，因为现在美国对于伊朗有60天的这个临时许可，就表示这60天当中跟伊朗部分相关的一些原油基本上是可以流动的。好，于是在这里头60天，你以为是自由吗？自由的背后很可能的意义其实是失控的。所以在这60天，虽然对伊朗是有更多的空间，然而伊朗为什么要对荷姆兹抓得更紧，甚至红海扩散？因为美国这个东西，你以为是对伊朗好啊？大家来好好谈判，其实美国还是有很多的谋略，其实伊朗并不知道。刚刚讲，如果你好像伊朗可以自由卖油，然后大家也都同样波湾地区，大家都自由的卖油，所以这里头一旦是这样子的氛围的时候，荷姆兹海峡伊朗要掌控的那个东西就消失了，而且可以看到大家现在其实都不遵守规则，所以伊朗为什么要下重手？所以我认为在看待这件事情，要回到现在美伊谈判，我们不能说不顺利，但是这里头有非常多猫腻的地方。比如说最近我特别关注跟涉及到荷姆兹海峡等等的是什么呢？不是我们现在看到在这个当中的这些船舰等等，是贝森特。贝森特在6月22号的时候接受 CNBC 的访问的时候，他
哇，你看他那个表情，他那个志得意满，强调说伊朗即将重回美元体系。它里头强调的东西就是美伊谈判现在进行了几个涉及到钱有关的东西。首先包括240亿美元当中，美国控制制裁伊朗的钱锁住。贝森特说，美国要求伊朗说，你这些钱呢，不能买做别的用途，你只能买美国的东西。你买美国的东西之后，大豆什么之类的，而且要在美国的监管之下用这笔钱。比如说，我说你不能买，你也就不能买。除此之外呢，它超过1500亿的重建伊朗的钱，基本上也是全部都是以美国跟欧洲，特别是美国当中的企业到伊朗的里面去帮你重建。这些重建你也只能买伊朗，也就是说这1500亿我不是送给你伊朗你重建是你都要用我美国的企业，而且我美国企业要大摇大摆的进入你伊朗的国土，更不要说后面伊朗的石油的部分，潜台词的部分就你要用美元交易。要知道呢，伊朗现在虽然不能卖油，它基本上跟人民币交易就是跟中国交易了已经几十年了。而且伊朗的暗网，它国际间偷卖的这些油，基本上也是绕开美元的体系。你看，每年至少2000万桶以上，对不起，一个月2000万桶以上。所以这样子的规模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人民币。所以也就是说，这次美伊谈判，你看起来，你以为美国只要停火？更不是，美国要的更多。美国最后要把你控制你伊朗，而且你伊朗最后你只剩跟中国的交易是人民币，其他你全部卖的油都又回到美元。你看这个当中是真的是釜底抽薪，不只是针对伊朗把你控制住，连你的美元跟中国大陆的几十年体系，我瞬间把你打碎。所以为了最近的谈判当中，为什么很多东西卡住，大家都有火气，因为伊朗没有要买单。人民币体系是几十年来它的一个不是替代方案，它的生存之道。我只是为了要眼前的停火、眼前的核武资的利益当中，我就不要了这个人民币的部分交换，怎么可能呢？伊朗也不是笨蛋，而且美国要的这些东西，你觉得伊朗来说，特别是他们现在精神领袖能够接受吗？好，所以美国提出了许多对于伊朗来说难以接受的这个和谈的条件，现在看起来离谈判这个和谈已经达成，已经越来越遥远。那接下来怎么办？有关于荷姆兹的海峡的问题，美军能够自己去掌控吗？因为其实来自于外媒也特别点出了说，你美国今天要去掌握荷姆兹海峡，其实你是有困难度的，而且这4大点是最难的地方。第一个，伊朗可以持续的用廉价的无人机攻击你，然后你的成本，你要去拦下来的成本非常的高。第二个，这个雷达雷锋所在呢，美军扫雷的能力虽然到现在为止现在看起来还不错，但是多年来都没有重大的突破。第三个是美军呢，美舰一直忙着对空中无人机飞弹的饱和攻击，但是水下伊朗还可以持续的对美军产生攻击。第四个是荷姆兹的海峡地形比较狭隘，方便伊朗不管是它的快艇做攻击或其他的武器、地下掩体，都对伊朗比较有利。那舰长怎么看？首先我在想，如果你担心他们会大打的话，我劝你先不要，因为现在所有看的迹象他都不会大打。为什么他们两个我去形容就是一个小打小闹，我打你一巴掌，你敲我一个头，我踢你一脚，你又打我一拳，大概是这样。如果他们做出2个以下这个事情那就是真的在大打，那就是杀手锏。第一个，美国如果去轰炸它的那个能源输出的岛叫哈尔克岛。如果美国把这个岛炸烂了，我现在跟你讲，你股票赶快跑，这个是一个不得了的大事，因为他在要伊朗的命。那伊朗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会做什么？你知不知道？刚刚这个思敏有提到4样，我跟你讲，你只要担心1样，水雷，因为其余的无人机啦、那个底下潜舰的攻击啦、飞弹快艇啊什么的。那些东西说停就停，好比说我今天要决定打你，我说不要打了停，那就停了。可是水雷一丢对不起，没完没了。对，你永远在那里。那我举一个例子，在2次大战的时候有丢的一个水雷在上次俄乌战争的时候还发现了，因为那时候发现的时候我看到报上有登，大家说，哎呀，谁丢了水雷？然后一查是2次大战的，你就知道它能够存在多久，除非你把它扫除。那你以为扫除很容易吗？美国早就想过，在这个荷姆斯海峡是多么难扫雷。他在2012年的时候9月，有27个国家一起参加这个扫猎雷任务，派了猎雷舰去，在荷姆斯海峡，他丢了29枚的水雷，扫了2个礼拜14天。你知道他们扫了多少？最终的结果是1半不到。我最多告诉你吧，14个。有15个扫不了，你就说他扫雷有多么的困难。所以，如果
这个伊朗说他把他几千枚水雷布下去，如果你把我打死，我也不要命了，我丢几千枚水雷。那第二个，你看听到这消息，你赶快把你股票全部跑掉，那是不得了的大事。至于现在打来打去的什么恐吓你、我炸你这个，那些都是小打小闹。那至于你在想，美国这么强大，他为什么不去把这个伊朗的水雷的威胁给它解除掉呢？或是确保荷姆斯海峡的安全呢？那除非地面部队进入伊朗。你想想，他地面部队进入伊朗，你想过吗？他会死多少人？几万人都算低的哦。那美国这个民主国家，他还想我死几万人？我们美国人为什么要死几万人呢？只要问到这个问题就知道，美国不可能动手的。所以到最后，现在2个杀手锏都没有到，所以它不会发生的。好，谢谢舰长。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接下来关心北约峰会期间，俄军对于乌克兰的飞弹炸不停哦。乌克兰如今面对的是最大危机是什么呢？不是没有反击的能力，而是它的防空拦截飞弹正在被俄军快速的消耗当中。难道这场战争很快分出胜负吗？今天就这一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北约的峰会期间，我们看到在这个前夕俄军开始再一次的对基辅发动了这一次大规模的空袭。这一次攻击包括使用的是无人机跟飞弹，对这个乌克兰的基辅发动的攻击，造成14人死亡，而且多达60人受伤，当然这个数据都还在持续的攀升，并且统计当中。这个攻击已经是1周内俄罗斯针对于乌克兰的基辅做的第2次攻击了。普丁也是在向北约示威，还是也是在测试西方援助乌克兰的决心吗？因为呢，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乌克兰面临到最大的危机，不是它的反击能力，而是它拦截飞弹的能力开始出问题了。俄军使用的包括了弹道飞弹、巡弋飞弹，还有大量的无人机混合攻击，让乌克兰的防空系统可以说现在是疲于奔命的。在这一波的攻击之下，泽伦斯基出来说话了，他说他也承认乌克兰的防空拦截飞弹供应现在是相当不足够的，无法阻止弹道飞弹的攻击。那么我们也来看到一下实际的数据，也就是乌克兰它这边特别看到的这个是空军的数据，它确实是无法拦下它的来自于俄罗斯的弹道飞弹。先来看本月，俄军发射49枚的弹道飞弹，乌军只拦下了4枚的飞弹。更惨的是，新的一波攻击，俄军射出了23枚的弹道飞弹，但是全部都没有被拦截下来，都打穿了。那乌克兰现在陷入的问题就是爱国者现在严重的不足，而且已经到了极限。他能做的事情没有太多可以做的，但是他另外一头持续的对俄罗斯的炼油厂、能源设施还有基地来做攻击，试图打击能源来削弱俄军的后勤，但是看起来也没有太大的作用。今天节目一开始，先请教舰长怎么看？乌俄战争好像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吗？俄军的攻势不断的升级，乌克兰的拦截飞弹正在告急，是不是很快可以分出胜负？舰长怎么看？第一，我先说，他刚刚这里之所以拦截越来越拦截不到，这跟他的战术是有关的。你看现在俄罗斯攻击都是怎么样？先去几百架的无人机，这几百架无人机，你是不是我的防空系统通通都要盯着这些无人机，要准备打它？结果在无人机后面，它跟的就是导弹，那你很难去说我把你先解决掉，或者把你避开，那些东西都是目标。在一个自动追踪的系统，那些东西你不能说我避开，我只要抓后面这个重的。然后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其实我也不太担心，因为现在这2个国家，俄罗斯跟乌克兰都想停战。你知道俄罗斯打到现在已经打了4年多了嘛，4年5个月了。他在2次大战的时候，苏联跟德国才打了3年10个月。他比打2战还要长，你想他还想再打下去吗？而且拿破仑说了，打仗靠什么？第一是钱，第二是钱，第三还是钱。那俄罗斯今年的财政状况出了很大的问题，他们的年度预算，他原来预计他
算完亏空3.8兆，结果他第一季3个月完毕，他亏了4.4兆还是多少？就是说我3个月的亏空是我预计的125%，一年的125%，就是他钱有问题。那乌克兰哪来的钱？乌克兰是靠西方国家的支撑呐，所以说这2个国家这样子下去，谁会最先消耗完？以乌克兰现在老在想我怎么防。如果你一直在想防，你就不要打。为什么？攻击是最好的防御。你天天在防有什么用？这些东西是没用的。所以奉劝乌克兰，现在如果你要打下去的话，你要打什么？你知道？你要去攻击俄罗斯的铀能源设施。那个那么大又跑不掉，你不攻他那个，你去打那个别的地方是没有用的，防更是没有用。要朝他的能源设施去打，让乌克兰不是让俄罗斯经济出问题。好，这个是来自于第一线战士我们在看到的最新情势哦。那其实呢，我们也来看到，除了俄乌双方之外，最近美国有一个动作，大家说非常的奇特哦。为什么突然间这个川普宣布呢要增兵？本来已经撤销的，现在又决定要在波兰这边增兵5000名士兵放在波兰。那目前波兰它已经有8500名的美军部署在这边了。那为什么这时候要再增加5000名的士兵呢？我们有得到另外一个消息，是来自于这个媒体报道，美国情报示警，俄罗斯有可能策划对下一波攻击的对象就是波兰来发动武装行动，来测试北约的集体防御的底线。所以这边情报单位也特别预估说，它接下来有可能会摧毁的，包括来自于波兰当地的电网、输油管等关键的设施，都可能会遭到俄罗斯的武装攻击，它的无人机攻击。这是来自于美国情报单位最新的一个评估。那针对于这个美国在波兰驻兵，现在波兰的防长说，美国是最忠实的盟友。上次哥怎么看美国的动作？虽然其实刚刚有中央情报的中情局的部分的这个消息，但是这个5000名的派兵这件事情，要知道他甚至不见得是赫格塞斯能决定，他就是川普才能决定的。所以整件事情我们还是要整个拉清楚来看。也就是说，事实上是在去年的时候，针对于欧盟当中，其实川普已经表达了部分包括范斯都提到说美国要撤兵。所以其实一直到今年5月的时候呢，其实是这样子，他们没有撤兵，但是对于美军在波兰的常驻当中，因为他们要轮调嘛。所以一旦轮调当中，其实5月的时候有一度叫停，也就是说轮调回去就没有派来的。我们知道美国在波兰的部分长期来讲，它的驻军约莫就是1万人内，就刚刚讲说可能8000多人，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规模。所以今年5月的时候，有一些已经轮调回去，然后没有补。那这怎么回事？所以这里头就出现一个敏感跟尴尬。其实波兰国内其实有很多人表达不满。然而，其实这次我们看到呢，最后还是川普还是就是确定还是再派5000人回来，基本上就是会补足了原先这样子的规模。大家一定要知道哦，波兰在整个欧盟包括北约的部分国家来说，真的就是模范生呢。美国要求他们要提高军费，人家现在军费的部分占 GDP 已经4.48，是全欧洲 No.1， 就给最足的。而且他们所有部分，大家对美军基地，只要美国提出的要求，当然其实不是波兰是舔狗，是波兰是很谨慎的，对于刚刚提到俄罗斯当中的这个部分的风险。所以我认为这一波本身并不是针对俄罗斯或针对最近的俄乌情势，是一个美国还是慢慢的恢复在整个对欧兰的驻军。我们要注意哦，川普他们先前放话说要离开什么跟北约的部分，但是最近有好多东西看起来慢慢的对普京跟俄罗斯好像并不是怎么友好了。好，那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到，乌克兰的动作最近也很多，开始在全球要来招士兵募兵。那么锁定的是有军事经验跟愿意参战的外籍人士，月薪最高。这边根据媒体报道，第一线1万美元换算新台币32万元，招得到吗？干哥怎么看？好，其实老实讲一句，乌克兰这种就是招募佣兵啊，招募佣兵的方式，我说句实在话，做得非常好。为什么？把钱讲清楚。把钱讲，一开始没有讲太多。我跟你讲，而且他不但先把钱讲清楚，而且说依据你的专长，你想要在这个加入什么样的军种的话，我们都照你的意愿啊，好不好？然后你说一个月有30万台币，就等于1万美元的那个薪水啊，这么好啊？不是这么好，我跟你讲，他是这样，他有分层的，你知道？他是说你这个基本的薪水大概是23000块台币，但是呢，你每日的加急哈，
就是你守在防空洞里面，就是阵地里面的哈，每天给你加7800块台币。然后呢，如果说你要出去打的话，每天给15000台币，哇，那就很多了，你知道吗？你如果是要当突击兵跟伞兵的话，每天加3万台币，哇，那这样加。